焖饭这个东西大概是电饭煲的看家绝活，但我发现微波炉也不甘示弱，不仅操作便捷，用时更少，而且不容易剩饭，一人食友好。看完本期视频，不论你用方的、圆的、平的、尖的、大的、小的碗，我保证你都能做出一份美味的微波炉焖饭。想用微波炉做出好吃的米饭，只要牢记2个要点。要点1，米水比例很重要。有没有煮饭不知道放多少水的同学？弹幕举个手我看看。用微波炉煮饭，水要比电饭煲稍微多一点，在1:1.5到1:2之间。下面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比如用这种平底的微波专用盒子煮饭时，我用平时喝水的杯子量半杯米，淘洗2遍，加1杯水，泡半小时，盖上盖子，垫个盘子，送进微波炉，600瓦叮12分钟，时间到了再焖3分钟。出炉之后就得到了这份喷香软糯、颗粒分明的微波炉米饭，而且溢出的一部分水留在盘子里了，没有弄脏微波炉，有效避免了妈见打现场。来，弹幕为我刷一波机智。要点2，大米记得提前泡。同样的米水比，没泡过的这份上层米粒有些夹生，湿湿黏黏，下层米粒失水太快，干干瘪瘪。你可以在早上出门前泡上米，放冰箱，这样下班回家15分钟就能吃上热乎饭。做好了基础版米饭，再顺手搞个5分钟微波麻婆豆腐。2勺油，1勺郫县豆瓣酱，2瓣蒜末，1点芝麻，搅匀，盖保鲜膜，留个小口，微波叮30秒爆香，加一点肉末戳匀，再叮1分钟，再补点水和花椒粉，淋在嫩豆腐上，最后再叮2分钟，出炉，撒葱花，盛点微波米饭，盖点麻婆豆腐，淋上麻辣汤汁，再来一点小装饰。哒啦！微波炉麻婆豆腐盖饭，豆腐嫩嫩的，米饭拌着汤汁，麻辣鲜香，直接上头。就问还有比这更下饭的菜式吗？想少洗2个碗的同学，我们接着用微波炉来做电饭煲界红极一时的一个番茄焖饭。如果你家没有那种微波专用的盒子，也可以找任意一个平底带盖、玻璃或陶瓷的容器。半杯米淘洗2遍，这回加2/3杯水，泡半小时，加1勺生抽，1勺番茄酱，搅匀。中间买一个屁股开花的番茄，周围摆上3色杂蔬和1把腊肠丁，也可以换成牛肉糜。叠好的食材高度差不多是容器的1半左右，盖盖子，垫盘子，送进微波炉，600瓦叮12分钟，时间到了再焖3分钟。哒哒！揪掉番茄的死皮，撒点黑胡椒，拌。这回满满当当的食材阻挡了米汤溢出，盘子干干净净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吃饭都要配香菜的狂魔。番茄和蔬菜的汁水渗入米饭，让这碗饭的质地更偏向于烩饭。每一颗米粒都浸透了番茄的酸甜和腊肠的喷香，重回小时候吃汤汁拌饭的那种快乐。下一碗菌菇鸡肉焖饭，就算你家连平底带盖的容器也没有，那这种喝汤的碗总有吧？按照1:1.5的米水比泡半小时，下面垫一个深一点的盘子，上面盖一个平一点的盘子，3件套一起送进微波炉，600瓦先叮6分钟。因为汤碗的底是尖的，米粒的走势会是这样的，米汤也会溢出的更厉害一些。我们把下面盘子里的米汤倒回来，上下翻动一下，顺势抚平米粒不羁的表面，再盖盘子回炉，600瓦再叮6分钟，焖3分钟，搞定。如果最开始在泡好的米里加点生抽和蚝油，搅匀，码上胡萝卜片，上下双重保险，微波600瓦叮6分钟，倒回米汤，怼平表面，再铺上1口大小提前腌好的鸡肉和1层菌菇，再叮6分钟，焖3分钟。哒哒！鸡肉在后半程加入，能保证刚好熟透却依然滑嫩的口感。胡萝卜的清甜和菌菇的鲜美都被焖在这一碗里，有肉有菜有米饭，可以吃个大满足。最后，如果你是小鸟胃，这碗绝对不会有剩饭困扰的春天饭特别适合你。
话说，你们平时去食堂都打几两饭呀？你觉得食堂大妈手中的2两饭是指2两生米，还是2两煮熟的饭？2大勺的生米就是1两，加4勺水煮出来的米饭，差不多是2两，但它的本质还是1两米饭，绕明白了吗？泡好的米，加一点盐和白胡椒，撒一把蚕豆，搅匀。600瓦先叮4分钟，趁着空档切个腊肠。倒回溢出的水，拌入腊肠，翻拌均匀。回炉叮3分钟，再焖2分钟。哒哒，10分钟搞定的一碗春天饭。蚕豆的粉糯程度是这样的，腊肠的剔透程度是这样的，2种食材的气味融合得很妙，让这碗饭充满了春天的味道。这一小碗，反正我是吃不够。最后做个小调查，看完微波炉焖饭，还有人想看小锅焖饭吗？那3连走一波，下回焖饭我们用小锅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视频开始之前，请在弹幕回答一个问题：今天晚上你准备吃什么？明天呢？后天呢？如果像这位同学一样，想学做饭善待自己，但不知买啥也没头绪，我来告诉你，只要1口小锅足矣。这样的都可以。今天就跟着我一锅到底，来做3款15分钟搞定的懒人小锅料理。第一款，滋味香浓的番茄牛肉叠叠锅。基础食材总共4样，以及可有可无的香菜党是你吗？洋葱切条，番茄切片，卷心菜嘛，直接上手，刷刷刷。准备工作 B， 叠叠乐环节走起。1楼洋葱，2楼卷心菜，撒1小勺盐做个隔层，3楼铺满番茄片，有番茄酱或番茄膏的话怼上一点，可以再来点胡椒粒儿。顶楼平铺满满的牛肉卷儿。高汤这个东西，想学的请扣1，嫌麻烦的请扣0，扣0的就快一点浓汤宝做个 B。 直接倒1杯清水，1/3满就可以。开大火煮沸。可能看不清，但它真的沸了。再转小火炖上5-6分钟。哒哒，根据你的口味点缀绿的香和红的辣，来听听美食界的天籁。开吃之前搅一搅，直接上桌，配上一碗出门前焖好的米饭，这叫一个舒坦。或者最后用汤底煮1锅乌冬，肯定也很赞。卷心菜被煮得软糯，透着洋葱的清甜，牛肉浸透了番茄的香浓，各种食材的鲜味融会贯通。第2款，回味清甜的娃娃菜培根叠叠锅。基础材料只有2样，另外2样可有可无，但能让滋味更加丰富。取1颗娃娃菜，一层一层的剥开它的外衣。想吃的随意一点，就1楼娃娃菜，2楼培根，3楼玉米。想吃的精致一点，就根据你取到菜叶的尺寸调整一下培根的长度。2片娃娃菜加1片培根为一个基础三明治，叠起来，叠起来，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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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切2刀，码入锅，再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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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圆心的位置可以把剩下的菜心拦腰切断摆进来。懒得煮米饭的话，也可以把 C 位留给几节玉米。锅中倒入半满的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加勺酱油调个味儿，再转小火炖6到8分钟。哒哒，撒一把葱花，直接上桌。1筷子下去，有菜又有肉，培根的咸香和娃娃菜的清甜在口中合二为一。随手一煮的玉米里，竟然也能吃出排骨汤的香气。第3款，酸辣低脂的金枪鱼泡菜叠叠锅。小锅预热，倒一丢丢油，下1/4个洋葱丝儿，用筷子当铲子炒到半熟，叠1层泡菜，
㧟1勺韩式辣酱，再倒半锅清水。等待煮开的时候，给豆腐盒的屁股剪2个小洞，横纵划几刀，轻松倒出来。这锅先煮开，再来叠食材：老豆腐、金针菇，再加1罐金枪鱼，点缀一抹绿，咕嘟咕嘟。忘了煮饭不要紧，几个饺子直接丢进去，边煮边吃才过瘾。这锅的食材低脂高蛋白，酸辣又爽快，夏天能拯救你的食欲，秋冬能温暖你的胃和心。饭量小吃不完的话，第2天把剩菜重新开火，下个泡面，加片芝士，就是一个韩式部队锅。3款叠叠锅，你最爱哪个味？再忙再累，也要记得善待你的胃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乍暖还寒的春天，又是重新减脂的季节，但每次吃生菜沙拉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像一只可怜的小兔兔？那今天教你们3款蔬菜沙拉，有肉有菜有碳水，减脂还能暖暖胃。烤箱、微波、小锅我都有准备。先用1口小锅做个15分钟搞定的日式风味蔬菜沙拉。烧半锅水，加1勺盐，下1小把荞麦面，煮个4-5分钟。煮面的空档，切个老豆腐，斩个大葱段，捞出煮好的面，不用关火。几根秋葵马上排队入锅，泡1分钟盐水浴，也捞出来，剩下的水倒掉就可以。我怎么忍心让你们洗锅呢，是吧？锅里重新加3勺生抽、1勺味淋、1小勺盐和半勺代糖，再来1杯水，扔进大葱段，开火煮到咕嘟咕嘟，放进老豆腐，勺子怼怼平，确保汤汁没过它们的头顶，盖盖，转中小火焖煮5分钟。这会儿可以把刚才控干水分的2样食材摆个盘，我顺手铺了几张上次包饭团剩下的海苔片。焖好的豆腐在海苔坐垫上来个排排坐，剩下的汤汁开大火再收浓一点，就能作为点睛的沙拉汁。最后克制的点缀1咪咪白芝麻，哒啦！小锅版和风豆腐蔬菜沙拉。老豆腐自带孔洞，稍稍炖煮就能吸收汤汁的滋味，裹着海苔一起入口，风味更浓。咸甜口味的酱汁拌荞麦面蘸秋葵都很搭，也可以再来点芥末添点辣。这一盘算是寿喜烧风味的素食套餐，如果你还满意，那就弹幕刷个5星好评。再用烤箱做个一炉搞定的杂蔬烤鸡蔬菜沙拉。洗过澡的鸡大胸，擦干水，刮刮油，酷刑伺候，装进保鲜袋，加1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1勺蜂蜜或代糖、盐和黑胡椒，可以再来点洋葱增加风味。用熟练的手法做个玛莎鸡。除了这个经典黑椒味，我还按屏幕上的配方腌了个椰奶咖喱味儿。2块鸡胸一起打进冷宫，接着搞配菜，我选了这4样做蔬菜，这2样做主食。加点橄榄油、盐和黑胡椒招招匀。记得单独给西兰花一个小房间，它脸皮薄，容易焦。杂蔬铺进烤盘里，留出2个空隙，腌好的鸡胸铺进去。这么满满的一大盘，刚好分2顿吃完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先烤15分钟。拿出来摆上西兰花，顺便给鸡胸们刷遍腌料补个妆。回炉继续烤15分钟，出炉后先把鸡胸晾在旁边休息一下。盘里摆好配菜，再来切肉。喏，你看这汁水，哒哒！烤箱版蔬菜沙拉已就位，再让我用1秒钟搭配一杯咖啡。1颗永璞闪萃榛果咖啡液，倒进250毫升燕麦奶中，榛果的微甜和咖啡的醇厚默契交融。烤鸡胸非常入味，水嫩感可能比微波炉版少一点，但烤过之后香气值提升了一大截。胡椒的辛辣配上蔬菜们原汁原味的清甜，肚子饱饱，胃里暖暖。还记得我教过你们的微波炉纸包鱼吗？把它变成蔬菜沙拉再合适不过了。铺张油纸，
1楼洋葱，2楼芦笋，3楼菌菇小番茄，撒上一点盐。马上三文鱼，撒上它的万年好搭档盐和黑胡椒。再戴一个双色帽，从两端提起油纸，这样折两折，两边扭一扭，让它去凉快的地方歇一歇。找颗土豆，加点水，盖打湿的厨房纸巾，微波炉高火叮5分钟，中途记得翻个面，稍稍晾凉。这就是本餐碳水微波炉土豆泥。刚才的纸包送进微波炉，高火叮上2-3分钟。喏，鱼肉熟透，香得上头。摆盘时间，哒啦！微波炉版纸包鲑鱼蔬菜沙拉。想要口感更浓郁，可以用这个配方按上一集的手法搞一个手摇蜂蜜芥末汁。这回搭配一杯零糖零脂还能加快代谢的黑咖啡。鱼肉鲜嫩，番茄 juicy， 芦笋清新，土豆绵密，菌菇和洋葱提升香气，浓郁的咖啡香让人瞬间回血。工作日里也可以把蔬菜沙拉装进便当，把永璞闪脆带在身边。简单几步就能轻松 get 沙拉店40-50块钱的套餐，身体更轻盈，钱包也少负担。化繁为简，轻松生活其实很简单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感谢众志成城的力量，我也是拥有卷心菜的人了，还是超大的那种。那今天就把1颗菜变成5道菜，凉菜、炒菜和炖菜，再加1份早餐和1碗夜宵。先来个昨日的美食同款凉菜，在卷心菜的屁屁上划几刀，温柔的脱去6层外套，留着待会儿用。剩下的部分1切4，取1/4，在淡盐水里泡个澡，沥干水分，去掉硬心，切成细丝儿。上集问邻居借来的胡萝卜也切点丝儿丢进来，加1小勺盐，半大勺糖，1-2勺白醋，再抹点黑胡椒，戴上防护手套拌，静置15分钟，滤掉水分，再来2勺沙拉酱，拌，哒哒。作为冰箱常备小菜，随吃随取，夹进三明治或者卷饼也是一绝。第二道依然是无敌下饭的小炒，1/4卷心菜，洗干净，上手刷刷刷，尽量沥干水分。先按照这个配方把料汁准备好，热锅倒多一点的油，等油温出现的时候下一点蒜片和我自己用小米椒风干的干辣椒，爆香几秒钟，马上倒入卷心菜爆炒。看菜叶差不多断生了，就倒入调料，翻炒几下，出锅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也就1分钟。卷心菜还是爽脆的，酸酸辣辣中又透着清甜，是实打实的米饭杀手。这个汤汁拌饭，我竟然吃出了糖醋排骨的香气。下一道我们要上肉了，拿出我闭关前囤的冷冻肉糜，磕个蛋，加一点微波炉叮软的洋葱粒。面包糠是搞不到了，那就找点替代品，换成土豆或剩饭都可以。来点盐、生抽和黑胡椒，一顿 rap。拿出给卷心菜脱好的外套，根部这里来一刀，盐开水里过一道，铺平菜叶，放上肉末，两边叠平，卷起来，挤进小锅里。按照这个配方调个汤汁，再加清水，与菜齐平。大火煮开，再熬个锡纸做成落盖，小火炖上10分钟，把卷心菜变成卷肉菜，这是非常符合卷心菜精髓的一道菜。哒哒，咬下一口，清甜的菜汁和浓郁的肉汁一起蹦入口中，啊，真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。吃完3道菜，不如搞个夜宵吃吃吧。卷心菜切丝，火腿肠切片，从街道发的10包泡面里拿出1包，煮到7分熟，关火捞出，加点盐，打个蛋，起油锅，炒炒散，再把火腿肠煎得焦焦的，下卷心菜，用锅里剩下的油翻炒，所有食材排队回锅，加屏幕上的调料，翻炒均匀。哒啦！贝果家庭路边摊出摊啦！
面条酸酸辣辣，配菜分量超足。这碗三丝炒面我真的可以暴风吸入。我的街道大礼包说它圆满啦。吃完夜宵，再为明天的早餐做点准备。炒面还剩下了一点卷心菜，我加了点面粉、盐和水，拌一拌。热锅少油，铺上卷心菜，中小火煎到底下微微焦脆的时候，挖个坑，磕个蛋，盖盖，最小火煎1分钟，再关火焖3分钟。哒哒！这一道呢，其实是我的日常早餐之一。忠于原味，清清爽爽，没负担。如果有条件搞到可生食蛋，还可以把蛋黄做成天然的酱汁，味道更绝。最后这1/4个卷心菜，我本来想搞个罗宋汤，然而胡萝卜、番茄和土豆家里一样也没有。你还有什么卷心菜吃法？在评论区分享给我吧。下一期你猜我会翻哪个牌？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问：如果必须在做饭和洗碗之间做选择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择吃。上期听说有人不想洗锅，那这期的小锅料理我就满足你，来做3款不用洗锅的锡纸叠叠堡，还是一锅到底，15分钟就好，低碳高蛋白，一锅吃到饱。开始之前，请把你最喜欢、最讨厌的食材打在公屏，说不定下期我就采纳了呢。第一款红烧风味的锡纸牛肉叠叠堡，牛肉垂直纹理切成片，加屏幕上的材料腌一会儿。这时肯定有人要说，骗我不用洗锅，竟然还要洗碗。不想洗碗好办嘛，找个保鲜袋，做个马杀鸡。这个方法还可以周末腌好，放进冷冻，工作日随吃随用，入味更浓。腌制的空档，把3种配菜全部切成条。记得吗？微波炉不洗碗的小妙招是油脂，那平底锅不洗锅的好搭档就是锡纸。2张锡纸交叠铺开，随意的沿锅边压平，就可以进入熟悉的叠叠乐环节。1楼洋葱，2楼胡萝卜，3楼土豆条，来点黑胡椒和生抽，可以再铺点 See you tomorrow， 最后铺上满满当当的牛肉。楼顶放张小一点的锡纸，再把下边的锡纸从4面8方盖过来，严严实实捏起来。盖上锅盖，中小火焖煮15分钟。开锅时当心蒸汽警告。用刀尖把锡纸横纵划开来，撒一把白芝麻做个点缀。身为香菜新人，再来加点灵魂。哒哒！你担心土豆没熟，瞧瞧这粉糯的程度。锡纸形成的高温密闭空间，把食材焖得透透的，每一层食材的风味都相互交融。这一道堪称是不洗锅版的快手土豆炖牛肉。第2款香辣过瘾的锡纸鸡翅叠叠堡，洗过澡的鸡翅们前后分别划2刀。我用了10个鸡翅中加3大勺生抽，1大勺蚝油调个味，再来1大勺老抽做美黑，辣椒粉拍进去，拌拌匀。也可以再丢几片生姜去腥，彩椒切圈，菌菇去根。如果你也洋葱打妹，那就换成西葫芦。如果忘记煮米饭，那就切点粗粮来替换。1楼西葫芦，2楼彩椒圈，撒1小勺盐，辣椒粉你随意，空隙铺入白玉菇，最后再用鸡翅和玉米盖个顶。我这是为了画面效果，你可以不用这么做。腌鸡翅剩下的酱汁别浪费，给玉米也加点风味。中小火10分钟，化开瞧一瞧，鸡翅的香味扑鼻而来，撒一把红绿相间的辣，哒哒！鸡翅香而嫩，玉米鲜而甜，彩椒软而糯，还有一层微辣包裹在每种食材之间，一不小心就吃出了麻辣香锅的那种过瘾。第3款鲜香嫩滑的锡纸虾仁叠叠堡，提前解冻好的虾仁，加点白胡椒和盐，可以再来点姜片，捏捏匀，去腥，
取点粉丝泡个澡。日本豆腐拦腰切一刀，等它自己溜出来，小心的切块备用。用屏幕上的材料来调个灵魂酱汁。有了这一层风味，多洗一个小碗绝对值。1楼金针菇，2楼小粉丝，3楼日本豆腐，顶楼虾仁往上铺，浇上酱汁，盖上锡纸，中小火6、7分钟，切开来，撒点葱花做点缀。哒哒！虾仁、豆腐和金针菇的搭配，其实就是最基础版的山珍加海味，简单的一焖就能激发出特别的鲜美。粉丝们吸饱了汤汁的精华，滋溜一口，啊，可太满足啦！哦，对了，做锡纸叠叠堡用没图腾的锅比较好。如果心疼你家蝈蝈，我会把2种替换方案写在简介里，欢迎自取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问：一个人吃饭煮多少米饭才不算多？答：可以放心煮上一大锅，做成饭团准没错。今天教你们6款饭团，4款可以冻起来，随吃随取，冰箱常备；2款适合烤着吃，焦香四溢，美味加倍，当早餐做便当都很对味。第1款3色蔬菜饭团，煮好的一大锅米饭，盛出今天要吃的分量，剩下的加入寿司醋拌一拌。没有寿司醋啊？按照这个配方自制一个就很香。㧟一些拌好的酸甜米饭，丢一把冷冻常备的3色杂蔬丁，再搅匀。找个小碗，怼层保鲜膜，塞满蔬菜饭，提起聚拢，捏紧捏圆。喏，最基础的3色蔬菜饭团就做好啦。用同样的方法，还可以做个2分钟三文鱼饭团。买一块三文鱼刺身，一半直接切片吃掉，另一半切成小丁。送的酱油和芥末料包也别浪费，拌拌匀，包进饭团。先捏成圆，再按照这样的手势，给饭团来个360度关照，捏成三角，裹上海苔，就 get 了 emoji 同款饭团。可以和第1款一起扔进速冻作为备餐，要吃的时候直接微波炉高火，正反面各定1分钟。怎么样？够方便吧？再来，一起把便利店的金枪鱼饭团升级一下。金枪鱼罐头，加点蛋黄酱和黑胡椒，提升一下味道。一把切碎的泡菜扔进酸甜米饭里拌，塞进小碗，挖个小坑，按照奶奶给你塞饭的手法，紧紧的塞进金枪鱼，满满的压上芝士片，再来点饭封个顶。先捏成3维的球，再按扁成2维的圆，裹个海苔。哒哒！你看我很嫩不？每次吃便利店的金枪鱼饭团，都觉得和食堂的包子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自己做的就不一样了。每一粒米饭都均匀地裹上了泡菜的酸辣，你看着满满当当的鱼肉，微微爆浆的芝士，这个真的超级好吃。小结一下，前面这3款都是直接把成品食材裹进饭团，那如果把多余的菜裹进吃不完的饭里，又能解锁快手饭团的另一种思路。比如你今天准备吃我教你的微波炉牛冻饭的话，隔保鲜膜，铺张海苔，这样一刀剪到中心点，在海苔的4个象限里分别铺上酸甜米饭，蒯出来的一点微波炉牛冻，几片生菜，1个鸡蛋，1下、2下、3下，这样叠起来，裹上保鲜膜，拦腰来一刀。哒哒！有肉有蛋有菜，有滋有味有颜值的牛冻煎蛋叠叠饭团。再比如你今天准备吃三文鱼排的话，那撒点胡椒和盐，稍微腌一腌，上锅煎一煎，煎成这种脆嫩姜香的表面。煎好的鱼肉2/3当今天的菜1/3出散，拌入一点辣椒粉，一点蛋黄酱，捏成饭团。顺便教你一个更美味的吃法，融化1小块黄油，放上饭团，一边煎一边刷上用这个配方自制的照烧酱汁，煎到这样外皮焦脆内里香糯的样子，这个时候已经很好吃了。但还有一种吃法能让它更加特别。哒啦！饭团焦香，鱼肉鲜香，茶汤清香，这碗烤饭团茶泡饭给你吃锅巴和汤泡饭的双重快乐。最后这一款很适合周末当做美滋滋的早午餐，
剩下的米饭可以手上沾点水，直接徒手捏成小海参的样子，用一条培根、半片芝士给它穿个衣服，排个队，煎一煎，放一条海苔丝，抹一点鸡蛋液，给小饭团们再裹上一层蛋香外套。哒哒，蛋皮薄嫩，肉香四溢，芝士爆浆，这只火爆油管的小饭卷果然名不虚传。剩下的培根可以再卷上芦笋和金针菇，一起煎一煎。学完这6款饭团，我倒要看看谁家还有剩饭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好好吃饭系列，记得长按点赞，下回我们做微波炉焖饭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